Hello， 大家好，我是Alden。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大鹅 Dashboard 的编译部署。前几期关于大鹅的视频都是基于大鹅程序直接运行的。今天和大家分享大鹅官方开发的 Dashboard 项目。通过部署 Dashboard 就可以在 Web 界面来管理大鹅。OK，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记得订阅点赞，谢谢你们。我这里已经准备了2台运行在局域网的虚拟机。上面窗口是 CentOS 俊奈，下面窗口是Ubuntu 22。首先切换到 root 用户。第一步需要先安装编译所需要的工具，分别拷贝对应发行版的安装命令，粘贴到终端运行。OK， 两边都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完成之后，执行下面的验证命令，会打印相关依赖软件的版本。接下来拉取大鹅 Dashboard 的源码，将其克隆到 OPD 目录下面，进入到目录里面，然后更新子模块。因为大鹅 Dashboard 项目依赖了大鹅 Win 项目，这个项目是大鹅的后端项目，简单理解就是大鹅加上 API， 提供 API 给大鹅前端项目用于管理大鹅。复制命令，粘贴到终端，回车运行。源码拉下来之后，首先编译大鹅 Win， 进入到 Win 的子模块目录，更新依赖，然后编译，最终会生成大鹅 Win 可执行文件，把文件移动到用户的并目录下面。OK， 把命令拷贝下来，回到终端，粘贴运行。编译过程会比较慢，具体得看你的机器性能以及网络。编译完成之后，通过大鹅-win-h 命令查看是否生效。OK， 没有问题。接下来配置大鹅 Win 为系统服务，新建一个服务配置文件，把命令拷贝下来，粘贴回车执行。
查看一下服务文件。OK， 没有问题。接下来刷新服务配置。现在就可以启动大鹅 Win 了。启动成功之后，查看一下启动的状态。OK， 可以看到已经运行成功。通过 netday-lntp 命令查看一下系统监听的端口，这里会多了2个监听的端口，一个是12345是大鹅 T-Proxy 的端口，另外一个是2023是 API 的端口，下面的也是一样。接下来通过这里的2条命令下载 GEO 数据库文件。OK， 到目前为止，大鹅 Win 就已经编译部署成功了。接下来编译部署大鹅 Dashboard， 这里可以先配置环境变量，这是可选的。如果你需要修改大鹅 Dashboard 的端口，可以新建环境变量配置文件，修改对应的端口。OK， 首先进入到大鹅 Dashboard 的源码跟目录，然后通过 pnpm install 命令安装相关的依赖，再来通过 pnpm run build 命令来构建。OK， 已经构建完成了。接下来配置大鹅 Dashboard 为系统服务，新建一个服务配置文件，把命令拷贝下来，粘贴，回车执行。再来查看一下文件，没有问题。然后刷新服务配置，最后启动大鹅 Dashboard 的服务，查看一下启动的状态。OK， 没有问题。现在通过 curl 命令请求下 Dashboard 的地址，端口默认是3000，有响应就代表已经运行成功了。OK， 到目前为止，大鹅 Win 和大鹅 Dashboard 服务都已经部署成功了。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大鹅 Dashboard 的配置使用方法。我就用其中一台机器和大家演示，查看一下服务器的 IP， 把 IP 拷贝下来，打开浏览器，端口默认是3000。进入到页面之后，首先需要创建一个用户，密码需要设置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组合，否则会创建失败。OK， 现在已经进入到主页面了。这个项目其实还在开发阶段，所以非常简单。点击头像可以选择主题以及语言。头像左边的图标是网络状态的显示，中间位置有2个链接，一个是网络页面，用于添加管理分组以及管理节点和订阅；另外一个页面是规则配置页面，用于管理路由配置、DNS 配置以及全局配置。OK， 先来配置全局配置，具体的配置项我就不解释了。不太了解的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之前的配置详解的视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大部分都不用改的，默认就可以。量接口需要选择一下，如果需要代理本机流量，同样需要设置 WAN 接口。这些基本上都不需要怎么修改了。TLS 实现可以改为 UTLS， 下面选择需要模仿的浏览器指纹。OK， 修改完成之后提交。接下来编辑 DNS 配置，我这里就用第一期视频用到的配置和大家演示，建议先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或者看一下我之前的笔记。这个配置是我之前视频演示使用的，直接把 DNS 的配置拷贝过来。注意，外层的 DNS 就不需要拷贝了，直
只需要拷贝里面的配置就可以。粘贴进去，然后提交。这里的名称需要4个字符，改一下吧。OK， 保存成功。最后修改路由配置，同样是把路由里面的规则拷贝过来，粘贴到页面中。这里的 fallback 修改为 POSIX， 因为它这里默认的代理分组名字是 POSIX。OK， 那这样基本上就配置好了。现在回到网络页面，最后需要添加自己的节点就可以了。最下面这里有2个按钮，中间这个是添加单个节点的，右边这个是添加订阅的。我这里添加单个节点和大家演示，输入标签，拷贝节点的 URI 过来。注意这里不需要单引号包裹。现在页面下面就多了一个节点了，可以点击2维码图标查看节点的信息。接下来配置代理分组，你可以添加多个分组，我这里就不演示了。分组右边可以选择节点选择策略，这里是没有固定节点策略的。如果你要使用固定节点，你需要添加一个只包含一个节点的分组来实现。下面这里是可以选择分组包含的节点，以及包含哪些订阅。如果你修改了配置，上面的图标就会变成刷新按钮，提示你需要点击图标刷新配置。刷新成功就会变成绿色的网络联通的图标，就代表可以访问了。再次点击就会变成紫色，代表服务已经停止。OK， 接下来测试一下。首先需要修改你电脑的网络设置，将网关地址和 DNS 地址指向大鹅所在的服务器 IP。然后打开浏览器，首先访问一下百度，没有问题。接下来访问一下谷歌，同样没有问题。查看一下 IP 也是我代理节点的 IP， 那就代表大鹅 Dashboard 已经部署成功了。再来测试一下网速。回到 Dashboard 页面，现在点击图标把服务停止，再来打开网页，现在就已经无法访问了。OK， 大鹅 Dashboard 的编译部署以及基本的使用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记得订阅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